小区出事了，门口围满了人。我和警官说，希望能早日抓住杀死女孩的凶手。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睛，你怎么知道死的是个女孩？我装作慌张地笑了笑，怎么就这点破绽就足以让你激动了？悬疑小说千千万，三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，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早上我醒来打开水龙头时，发现流出的竟然是血。我随意拿了条昨晚用过的，还是潮湿的毛巾，擦了把脸，差点忘了，昨天那个女人被我扔在楼顶水箱了，应该很快就会被发现了吧。穿上我的招牌穿搭，白衬衣、黑色西装裤、黑色尖头皮鞋，拿起洗手台的眼镜戴好，冲镜子里的人笑了一下。哦，还有黑色的公文包可别忘了。本该拥挤的电梯里，这次居然没什么人啊，这就被吓得不敢出门了吗？楼下爱下象棋的李大爷，爱跳广场舞的朱大妈，还有爱指挥着那只德牧东奔西跑的林大哥，正在激烈的讨论着什么。哎呦，早上那给我吓了呀，还以为自己没睡醒呢。是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。早上找物业投诉，物业说已经报警了。大爷大妈，你们可别说了，我早上跑完庙洗个澡，那真是一身的血啊，把我老婆吓得半死。我家现在还是满屋子的腥臭味，真是倒霉。就是，嘿，张老师，您去上班呀？我冲他们露出标准的微笑，点头致意。走过，背后传来朱大妈尖刻的声音，一大早的，真是太晦气了，真是天杀的呀，想做饭都不行啊！果然不是我一个人认为你很晦气哦，你妈妈也是这么想的呢。今天只有上午2节课，上完课后，保安跟我说校长在办公室里等我。我去了校长办公室，出来时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。呵，又是升职加薪的好日子呢。在学校解决完午饭，回到小区，小区已经被拉上了警戒线，一群警察正在询问着居民什么，大家伙也正在激烈的讨论着什么开心的事情啊！最爱八卦碎嘴的朱大妈怎么不在？我拿好手里实验项目的材料往里走，一位年轻的警官走过来，哎，你干什么的？这里不让随便进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扶了一下眼镜，努力把嘴角往上扯。警官，我是这里的住户，住在8楼802。住户啊，那你等一下，刚好我们需要做调查。好的，警官，我一定配合调查，希望警官能早日抓住杀死那女孩的凶手。你怎么知道死的是个女孩？一位年长些、脸色黝黑、眼神锐利的警察走过来，这是我们刑警队长林队长。林队长，你好。我微笑，冲他伸出了右手。他伸手把年轻警官往后推了一步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，重复道：你怎么知道死的是个女孩？啊，最讨厌这种眼神了，像知音。我平静地收回右手，笑了一下。刚刚进小区门时，听见他们说的。林警官扫了一眼警戒线外的人群，又上下扫了我一眼，怎么称呼？我姓张，是立新大学的老师。张老师，你这是从外面刚回来？上午有2节课，刚上完课回来。上课？他嘴里读着这2个字，想着什么？张老师早上没有洗漱吗？有，我知道林警官要问什么。我发现了水的问题，想要报警时，邻居说已经报过警了。发生了这种事，张老师好像一点也不惊讶，一点也不害怕。他的眼睛更锐利了，似乎闪着光。可真是讨厌呀，跟那只德牧一样讨厌。这种事情世界上不是每天都在发生，总不能因为发生了点事情就打破了所有的生活规律。再说了，我只是一个老师，也帮不了什么。相信有林警官这种敬业的警官，一定能很快抓住凶手，给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。我说得很笃定，语气中一定充满着一个善良的公民对警察的依赖。他沉默了一下，还是紧盯着我的脸。我冲他笑了一下。张老师，昨晚11点到1点你在哪？在家里睡觉，我一般10点就睡了。张老师生活真是健康，有人能证明吗？林警官说笑了，我独自居住，睡觉怎么会有人能证明？张老师家里就没有其他人了？我一个人住在这儿。我没有正面回答他，很多事情还是自己去查才有意思。他终于移开了视线，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支烟，点燃，深吸了一口。最近我们可能会经常上门打扰，还希望张老师能不要乱跑，配合询问，有什么线索也请及时和我们联系。那是自然。我依旧微笑。他侧过身体，让出了我面前的道路。我冲2位警官点头致意，往单元楼里走去。背后的那道视线一直不曾挪去，这让我有点烦躁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等电梯的时候，几个警察抬着一个盖着白布的担架从电梯里出来，担架上似乎有水滴滴下，后面几个大妈扶着哭天抢地的朱大妈跟着。我侧身让到了旁边。不是晦气吗？哈，可真是虚伪呀！我看了眼电梯，走进去，按了8层，抬头看着电梯监控，挂上我标准的笑容，弧度要比平时更大一点。师傅，您是觉得这个张老师有问题吗？看着前面退到墙边，让开担架的人的身影，沉吟道：不知道，这个人不简单。晚上10点半，吃了个火锅后，我把白天穿的鞋放在了门口鞋架的最上方，便上床休息了。那只该死的德牧，害我上床时间都晚了半小时。黑夜里，一条蛇紧紧地缠绕着一只鸡，直到鸡再也扑通不动了，蛇才慢慢地松开了自己的身体。突然有一道黑色的影子盖住了蛇和鸡的身体，蛇昂起头，摆出攻击的架势。明亮的月光下，一条眼睛发着绿光的狗张大嘴巴，吐出舌头，低声咆哮着。正当蛇与狗无声的对峙的时候，一只老鹰滑翔而下，利爪抓住蛇的7寸，飞翔而起。我一头大汗地从梦中惊醒，坐起来靠在床头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平复了一下心绪。怎么会做这种梦？果然还是白天里那双讨厌的眼睛惹人心烦。窗外突然传来犬吠，一声又一声。我伸出手摸到了床头柜上的眼镜，戴上，手有点发抖，握紧了拳头。没有开灯，就着月光走到窗边。1楼路灯下，一条白色的拉布拉多正在一边转圈一边叫着，似乎很迷茫。我就说，怎么可能会是我想的那只？可怜的小狗啊，是同伴失约了吗？可惜了。我看了眼冰箱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早上6点，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，是物业的，说水箱应警方要求还不能换，要保护现场，所以每天从隔壁单元楼给我们送2次水。我向他们表达了感谢与理解，把送过来的2桶水放好，转身打算关门的时候，看见他们正在敲801的门。我该不该好心的告诉他们，这个门是不会有人给他们开门的呢？算了吧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。
关上了门，门外的敲门声断断续续持续了2分钟就停了。我打开冰箱，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大概就会有人过来了。那早餐还是出去吃好了。我拿起冰箱里的黑色塑料袋，放进了客厅的垃圾袋里，再把厨房和卫生间的垃圾倒在了上面。换好衣服，戴上眼镜，对着镜子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微笑，出门了。对，今天是周六，就不用拿公文包了。电梯下到5楼的时候，林大哥进来了，他似乎有点不高兴，但看见了我，还是拉扯着脸部肌肉笑了一下，我也回以微笑。看吧，每个人都会这种笑的，我也只是其中之一。张老师，这是下楼扔垃圾？对，是垃圾。张老师，你有见到我家七七吗？昨天一天我们都给吓坏了，今天才发现昨天一整天都没见到我家七七了。这不，我老婆让我出来找，还说找不到就不让回家吃饭了。你看看这，我能上哪找去？这么危险，自己不敢出门，就让我出来。林大哥抱怨着。七七，哦，就是我经常带出来遛的德牧，我老婆取的名字，很不错的名字，七七。吃，我笑了，我倒是没有注意到。他也不遗憾，点点头。到了楼下，礼貌地跟林大哥分别，顺便真诚地祝他早日找回他的七七。我看到楼下本该每日清理的垃圾桶依旧满着，应该是那双眼睛打过招呼了。我走出小区，看见路边的清洁工正开车垃圾车清理路边的垃圾桶，礼貌地上前打招呼，并主动把自己手里的垃圾扔进了垃圾车里，以减少他们的工作量。不出意料，我得到了他们真诚的感谢和满脸幸福洋溢的笑容。不客气呢，真的。该吃点什么呢？我知道了。上午8点半，果然有人敲门，是林队长和那个年轻的警官。我热情地迎他们进屋，倒上刚刚烧好的热水。林队长先开口：“张老师，很抱歉又打扰您了，我们来例行一下询问，还请您配合。”小王，你做好记录。是，师傅。年轻警官坐直了身体。那是当然，配合警方工作是公民应尽的义务。挂上我标准的微笑脸。姓名：张耀，年龄38。巧了，张老师你也属蛇。是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今天倒没有像昨天一样盯着我了。9月4日晚上，也就是前天晚上，你有发现什么异常吗？我睡觉质量一直很好，所以没有听见什么。那张老师认识周琼女士吗？他又开始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我了。周琼，这名字似乎有点耳熟。周琼是住在7楼的朱大妈家的女儿。哦，原来是她，几面之缘。您的印象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几面之缘而已，似乎是一个漂亮的姑娘，见过几次她和朱大妈一起散步，应该是个挺孝顺的人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您知道遇害者是她吗？您觉得会有谁会对这么一个女孩子动手呢？听您的问题，我大概能猜到，之前是不知道的。至于谁会害了她，这个问题就太难了点，我是回答不出来的。张老师昨天回来就一点都不好奇，没有打听一下受害者是谁吗？他的眼神瞬间锐利，像是想要把我看穿了似的。我一向不是很八卦，我与他对视。这时敲门声传来，还伴着狗叫。听到狗的声音，我挑了下眉，和我想的一样。抱歉，失陪一下。林警官做出请自便的手势，我就去开门了。是另2位年轻警官牵了一条狗，这条狗的眼神可比那条的凶狠多了。警犬果然不一样。还没来得及跟2位警官打个招呼，警犬就冲着我狂叫。要不是有那个严威有克制的警官牵着绳子，他就快要扑到我的身上来了呢。果然都一样是很讨厌的东西。我退后2步，警犬带着警官进来了，还一直叫着。年轻警官看见已经站起来的林队长，敬了个礼，说：“林队，我们想去9楼例行询问，但铃铛他走到8楼就不走了。”铃铛、七七，这些名字还真是有意思。林警官看着警犬，复又看我，在他的眼神中似乎有一种笃定。张老师，您看我们铃铛的嗅觉可是最灵敏的，张老师身上是有什么东西让他这么兴奋？我故作迷糊专状，复又想到了什么，轻笑。这大概是我今天早上去学校旁边的狗肉火锅店吃了一碗馄饨，沾上了狗肉火锅的味道。这位警犬先生可能闻到了我身上同类的味道，这可真是太冒犯了。我摇摇头，看起来有点愧疚。林警官不可置否，看了眼他身边的小王警官，小王警官立刻拿起笔记录着什么。张老师，周末还去那么远的学校门口吃饭，那家火锅店的馄饨十分好吃了，不知那家店名叫什么？我有空也想去尝尝。林队说笑了，倒也不是有多好吃，只是那是我们班一个贫困生家里开的小馆子，我只要有机会都会去的，名字应该叫念念火锅，就在我们学校门口，很好找的。林队笑得越发温和了，配上他那张不怎么温和的脸，还是挺惊悚的。张老师，您不介意我们同事和铃铛在您家里简单的看一下吧？虽是询问，我可真是半点商量的语气都没听出来呢。说着，他扫视了一下厨房和客厅的地面。张老师这独居，卫生打扫得很干净啊，地板都能照出人影了。林队见笑了，我有点洁癖，所以每天都会打扫几遍卫生。你们随意看。2位年轻警官和小王警官就带着铃铛在厨房、卫生间、客厅以及卧室翻看了起来。林队坐下了，拿起水杯喝了几口水。我站在客厅里盯着他的水杯出神。铃铛开始叫了起来，林队立刻放下水杯跑了过去，经过我的时候看了我一眼。我笑了笑，跟了上去。是冰箱。铃铛冲着冰箱乱叫，甚至有种拉不住的趋势。林队做了个手势，让年轻警官把铃铛牵远了些，回头看我。张老师，不介意我打开冰箱看一下吧？当然。林队请便。还指望能发现些什么？不就是2斤猪肉、2只鸡、半只鸭子，还有2条鱼？我心里在笑，面上却仍旧冷静。能看出来2个年轻警官脸上有着明显的失望，林队倒是一如既往的淡定。张老师一个人在家，冰箱里这么丰盛。我一向不喜欢逛超市，所以去一次就会多囤点。林队看着我，似乎想让我屈服在他的如炬目光中。小王警官也过来了，冲林队摇了摇头。张老师，今天打扰您了，谢谢您的配合，待会很检科的同事会过来采样，希望您能继续配合。应该的，我会全力配合的。说完，他们就出门了，我送他们到门口。小王警官在门口接了个电话，不是一个人的，3种，那会不会是凶手？他停顿了，看了眼我，好，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小王警官跟林队低声汇报着什么，渐渐走远了。我看了眼801，终究是要一一浮现了。
关上门，看到门口2桶满满的物业送来的水，又看了眼茶几上2杯喝了大半的水杯，我笑了，发自内心的笑了。这不也一样喝得好好的？下午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警官来了家里，给冰箱里、客厅的地上、墙上都喷上了卢米诺试剂，当然什么也不会有。原来也就这点本事。他们离开时，有个警官提的箱子撞上了我门口的鞋柜，几双皮鞋掉了下来。他放下箱子，准备帮我整理皮鞋。不好意思啊，张老师。慢着，一位看起来精神矍铄的警官拦下了他，给这些鞋底也做一下卢米诺反应。几分钟后，4、5个警官都抬起头，面色复杂的看着我。我挑挑眉，发现了。张老师，可能得麻烦您跟我们去一趟警察局了。刚才那位警官带着点惋惜的语气说，您的这双鞋底上检测出了血液，我们需要采取样本进一步化验，在我们化验结果出来之前坦白的话，还可以算作自首。您说笑了，我也不知道鞋底上哪来的血液，这是我昨天出门穿的鞋子，大概是从外面带回来的，还不一定是人血呢。我仍旧保持着一贯的微笑。是不是人血，我们检测了就知道了，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。好，麻烦稍等我一下，我把卧室的窗户关上，晚上下雨可就不好了。立新刑警支队里，林队长正在听小王的汇报。师傅，法医那边报告显示，受害者事先窒息导致休克后，被人用锐器割破了2只手腕上的动脉，失血过多而死。死亡时间是在9月4号23点半到24点半之间，身上无反抗伤，有拖拽痕迹，拖拽痕迹形成于死亡之前。痕检科那边显示，楼顶的水箱里的血液包含3种不同的血液成分 ，DNA 检测显示，其中一种血液是属于死者的，也是含量最多的，另一种是属于另一名女性的血样，含量较少，而第三种血样属于犬科类动物，比如狼或者狗的血样，含量明显低于受害者血样。痕检科猜测应该是属于狗的血液。林队正在沉思，师傅，这是不是说明凶手是一名女性？还有只狗，据受害者母亲说，受害者很喜欢狗，经常在小区里给别人家的狗喂食，但由于母亲对狗毛过敏，从来不曾养过狗。不能说明第二个人的血液有可能是属于凶手的，也有可能还有另外一名受害者或者是幸存的目击者。林队睁开了眼睛，手上的打火机一下一下地敲击着桌面。周边居民的调查结果怎么样？调查显示，受害者与母亲一起住在7楼，父亲在外地工作，事情发生后，今天才从外地赶回来。邻居们对受害者的评价是长得漂亮，喜欢浓妆艳抹，白天几乎看不见她，但经常陪母亲逛街散步，遇到邻居也会打招呼，平时没有见到她与谁有过激烈的冲突。据他母亲回忆，案发当晚，受害者晚上7点吃完饭就拿着一个比较大的背包出门了，说是要去见一个朋友，还说这2天就不回来了。据受害者朋友说，前段时间受害者借过高利贷，已经被催债了一段时间了，但事发当天下午，他匆匆忙忙地告诉自己朋友，他已经筹到钱了。但据受害者母亲说，他女儿从未向家里要过钱，也没有问亲戚借过钱。当晚10楼的住户有听见很大的狗叫声，但其他楼层的住户都没听见。还有6楼的住户最近失眠，一般到3、4点才睡觉。据他说，当晚他从6点多吃完晚饭后跟他老婆吵了几句，就一直在楼梯间抽烟，晚上快到3点了才进屋，只在11点左右看见5楼林先生家的狗经过6楼楼梯跑了上去，除此之外没有人上下楼梯。另外，电梯的监控显示，案发当晚，受害者没有从电梯下过楼。讲到这里，小王拿出几张监控照片，上面分别显示着早晨张老师和5楼的宋先生一起乘电梯下楼，张老师带了一个黑色的看起来很沉的垃圾袋。下楼后，宋先生一直在小区内各个角落里找着什么，行迹十分可疑。张老师带着垃圾袋出了小区，去大学旁边狗肉店询问的同事带回来消息，张老师确实在今天早上去了店里吃了一份馄饨，有店里的监控为证。垃圾带出了小区，你马上带2个人去看小区门口马路上的监控，看看他把垃圾扔哪了，能找到带回来最好。顺便去问问那个宋先生在找什么，又和张老师说了些什么。林队站了起来，有些激动。这时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上午带着铃铛的那位警官。队长，痕检科在张老师家的鞋子上发现了血液样本，已经在检测了，同时把张老师带了回来，在审讯室，您看怎么处理？林队长和小王警官对视一眼，小王立刻走出办公室，带了2个兄弟出门了。先让他一会儿，等痕检科那边结果出来了，小王回来了再去看看他。林队把打火机扔在了桌子上。对了，小林，你去调查一下小区里还有没有其他失踪的女性。队长，这个下午已经问过了，没有人家里有女性失踪，只有801的那家住户一直没人。听物业说，那家是一个独居老太太，鲜少出门，也不太和人交流，没有人知道她在哪。我们也找了开锁公司开门看了一眼，似乎是很久没有人住了，家具上都有一层灰，家里很整齐，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，就是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林队立刻看向小李警官，你现在马上去801找找有没有头发丝或者唾液样本，送到痕检科，让他们与水箱里另一位女性 DNA 进行比对。是，我在这间审讯室已经坐了快1个小时了，只有一位女警官进来送过一杯水，就没人再来了。这种低级的心理战术居然还有人在使用，虽然很是嫌弃，但我还是装出了一副焦急又紧张的样子。1个小时了，检测结果也应该差不多了，希望林队长会喜欢我送的小惊喜哦。这时林队长带着小王警官和另一个年轻的警官进来了。张老师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林队看也没看我一眼，坐下就说，是啊，林队长，我也没想到呢。我扶了扶眼镜，一如既往的微笑，但这种强装的镇定应该很容易被看见吧。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终于锐利的眼睛还是盯上了我。林队长指什么呢？我知道的我一定知无不言，我不知道的就没办法了。比如张老师的鞋子上有受害者的血，张老师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啊？这个我本来是不清楚的，但是刚刚那1个小时我回忆了一下，那是我昨天穿的鞋子，如果是受害者的血的话，那应该是在电梯里沾上的，我进电梯之前刚好是警官们抬着担架在里面。林队看了眼小王，小王点头，出门换了另一位警官进来。张老师这么解释也有道理，我们验证一下就行，但是张老师不是有洁癖吗？卫生一天都要打扫好几遍，穿过的鞋子鞋底不刷一下的吗？他一直盯着我，用很温和的语气说话，却用着最凶狠的眼神盯着我，我好想把那双眼睛给挖出来。昨天太累了，忘了。我说的云淡风轻。那好，我换一个问题，张老师早上为何要把垃圾带出小区扔？扔的又是什么？
扔的是厨房和卫生间的垃圾。早上和宋先生聊了2句，他说他家的狗丢了，我就在回忆我最后是什么时候见到他家狗的。想着想着就忘了扔垃圾，反应过来已经出了小区了，我便就近扔了。这也有问题吗？我开始看向他的眼睛，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左边的年轻警官忍不住插嘴道。我转移视线，看了眼他一脸愤懑的表情，轻轻地笑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，继续看着林队。那张老师一定要祈祷，不要让我们的同事找到那袋垃圾。林队也笑了。再换个问题，张老师对您家对面801的住户了解多少？801的住户，我故作思考状，缓缓地说，似乎是一位老太太，我搬过来才1年不到，刚开始见过2次，后来有段时间没有见过她了。她怎么了？难道她是凶手？应该不可能吧？哦，不可能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林队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。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年纪太大了，可能完成不了这么高难度的杀人工作。林队看着我，手里的笔有节奏地敲着桌面，也不知道是信了还是没信。小王警官敲开门，对林队使了个眼色，林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出门了。哎，真是连声失陪了也不会说了吗？真是不懂礼貌。我低低地笑出了声。可惜的是我看不见他们气得跳脚的样子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师傅，在现场的同事们确实在电梯间的地上发现了血迹，检查监控看见，确实是我们抬担架时滴在的地上，而且我们也确认了张耀的鞋就是他昨天穿的那双，刚好踩在了那些血迹上。最关键的是，师傅您看。小王警官指着监控画面，气得满脸通红。画面上站在电梯里的张耀咧开嘴，冲着摄像头在笑。师傅，他一定有问题，他这是在挑衅我们警方，故意留下鞋子上的血迹，故意去狗肉店吃早餐，他就是在一步步吊着我们走。我们差的是证据，查，仔细的查7楼到顶楼的楼梯、楼顶的痕迹，再去查一查这个张耀和801户主的关系。最重要的是去找，把垃圾场翻过来，也要给我找到他丢的垃圾。一向面不改色的林队，没有表情的脸也快要露出点情绪了，更别说那只攥紧了的右手。是，师傅，那张耀呢？让着他，关够24小时再说。看着审讯室里张耀冲着监控微笑的脸，林队也出奇的平静了下来。我在这里也坐着，躺着待了接近20个小时了，他们能查出点什么？还不如直接问我。如果他们昨夜车轮战就是不让我合眼的话，我说不定就告诉他们了。毕竟我还是很珍惜睡眠时间的。可惜了，该用的战术不用，不该用的瞎用。以他们的速度，查出那件事还需要多久？大概还要在24小时，不，或许用不了这么久。不过疑罪从无呀，找到证据要多久呢？呵呵。林队一直透过审讯室的监控看着张耀。从昨天下午到现在，他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，似乎胸有成竹。昨天的紧张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对去给他送水、送被子的同事恰到好处的礼貌，嘴角一直挂着微笑。初看觉得很温和，让人舒服，看久了就很诡异，只让人很想撕了他的假面。小王警官敲门进来，师傅，去追寻那袋垃圾的同事传来消息，垃圾处理厂那边表示，昨天整个市里的垃圾都已经汇集破碎了，正打算运走填埋。虽然没有运走，但破碎后的垃圾，先不说它数量庞大，就那破碎程度，就算找到了什么，也没办法证明那是张耀扔的了，根本不能作为证据。另外，对于801户主和张耀的调查显示，801的老太太是5年前从临市搬过来的，她有2个儿子，3个孙辈，但似乎20几年前那2家就跟老太太决裂了，具体原因还要等刚去临市调查的弟兄们的消息了。张耀今年38岁，也是临市人。说到这里，小王警官抬头看了眼林队，正好对上林队的眼睛，忙挪开视线，继续。他的材料上写着他从小生活在孤儿院，读大学时才来到立新。他本科、硕士、博士都是在立新大学读的，毕业后就留校任教。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对他评价都很高，温文尔雅，从未和谁红过脸。就案发当天，他刚因为在植物根茎提纯氰化物的研究中成果突出，而从副教授升为了教授，是立新大学最年轻的教授，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。调查显示，他与受害人之间确实没有多大联系，唯一有点巧合的是，9月4号，他与受害人都曾背一个大的登山背包出门，回来时都没了，出门时间相隔2小时，回来相隔3小时。另外，去临市调查的兄弟找到那家孤儿院已经倒闭了，正在想办法联系孤儿院的负责人。最巧合的是，9月4号凌晨6点钟，801的老人曾从小区外面回来，惊惊慌慌地乘电梯上了顶层，连家都没有回，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林队看着审讯室里正襟危坐的张耀，思考了一下，离24小时还有多久？还有75分钟。小王警官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，够了，走，去问问他。林队说着，拿上椅背上的外套，率先出门。终于又来了呀！我还以为他们这么没用，就打算让我安静的待完24小时了。查到什么了？是那个死老太婆？不可能！难道是把垃圾场翻了个底朝天？哈哈哈，不就是只狗，最多赔个2000块钱的事。看着他们气势汹汹的走进来，尤其是小王警官那似乎要把我吃掉的眼神，我更好奇了。张老师昨夜睡得可好？林队放缓声音，似乎想装的温和。还不错，毕竟没有什么地方比刑警队里更安全了。安安心心的睡了一整夜，还要多谢林队长的关怀。我说的随意，却在观察他的表情。不过他似乎也没什么表情，没意思。还是小王警官比较有意思，看他眼睛快要喷出火来了，果然还是年轻的好。想着，我又继续说，林队长，虽然配合警方调查是我应该做的，但今天已经周日了，我明天上午还有课，不知道林队什么时候能够放我回去安心备课呢？我直视着林队的眼睛，看多了似乎也不那么害怕了呢。我眼睛里的得意他应该能看得清楚吧？要不要表现得更明显一点？张老师可真是一心向教的好老师，放心，我们就问2个问题，张老师就可以走了，还请张老师配合。林队挪开了视线，似乎看到了什么脏东西。呵，也有他先移开视线的时候。愿闻其详。9月4日上午，监控显示在10点左右，张老师背了个登山包离开小区。张老师去干什么了？包里装的又是什么？林队继续盯着我，他的眼睛似乎从鹰变成了毒蛇，想一口就让我命丧当场。那天啊，我陷入回忆状。那天我是打算带着几个研究生去登山的，可惜学校主任不同意私自带学生出行，又没去成。包里装的应该是一些登山设备吧？没想到张老师还有登山的爱好。我笑，不可置否。那我想请问，张老师回来时背包去哪了呢？
是丢在办公室了吗？方便让我们欣赏一下张老师的登山设备吗？那恐怕不行了，林队主任不同意我带学生出去，我一时情绪不好，就把包给随手扔在学校路边的垃圾桶了。张老师看起来不太像这么暴躁的人，是人都是会有情绪的，对吧，林队长？我盯上他的眼睛，林队也笑，他那张黑脸笑起来似乎比镜子里我的微笑更难看。那不知道张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，穿皮鞋登山也是张老师的爱好吗？林队甩出一张照片，看起来应该是监控的截图，是电梯里我背着包，一双干干净净的黑色皮鞋在我的脚上十分醒目。我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意料之中的看见了小王警官，眼神瞬间激动。呵，年轻人，林队说笑了，只不过是突然决定的去爬山，一时忘了换鞋而已。小王警官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右手食指指着我，气愤得很明显。我冷眼看着他的食指，张老师看起来可不太像这么粗心的人。林队拉了小王警官一把，林队又说笑了，人无完人，再细心的人谁又能保证一辈子都不粗心呢？我收回看向小王警官的视线，转向林队微笑。张老师说的对，再细心的人做的事也会留下痕迹的。林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夹杂着志在必得的肯定。我点头，笑得嘲讽。放人。林队站起来离开了审讯室。小王警官气愤地看着我，用他做笔记的本子狠狠地砸了一下桌面，也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着要怎么样才能把他的那根手指头切下来呢？只有没有能力的人才会靠声响来震慑对方。很快有人来给我取下枷锁，带离了审讯室。我回头看了眼审讯室的座位，叹了口气，还会再见吗？刑警队外面的阳光真好啊。小王警官巧声走进林队长的办公室，给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的林队长身上盖了一件毯子。林队醒了，揉揉双眼，小王啊，现在几点了？师傅，已经晚上10点了，您2夜没有回家了，你回去休息会吧，这边还有我们。小王警官说着，带着点吵醒对方的愧疚。我没事，怎么样了？林氏有消息传过来了吗？林队打了个哈欠。小李他们走访了801户主的2个儿子家。30多年前，户主因为相信一个游方和尚的批词，认为老大家的儿子和老二家的大女儿命里和他犯冲，会夺了他的命数，就在一个夏夜偷偷把2个孩子扔进了林氏的临江河里。2家人一直以为是人贩子偷走了2个孩子，找了几年没有消息，才重新生了孩子。10几年后，老太太在对别人夸耀自己长寿时不小心说出了事情真相，2家人这才知道了真相，纷纷与老人断绝了关系。后来老家拆迁，老太太的房子被拆了，才得了我们市的这套房子。但几个月前，老太太一个人回了林氏，找到大儿子，告诉他说他收到一封信，说是他的大孙子当年没有死，让根据线索去找。他大儿子对母亲很失望，就没有相信他，毕竟30多年了，他儿子活着已经40岁了，也不可能认得出来了。后来老太太就自己走了，他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小王说着，有点唏嘘。接近40岁吗？林队缓慢地问，想着什么？那封信他看见过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老太太只是口说，并无凭证，他才完全没有相信。孤儿院那边呢？他们找到了孤儿院的院长，倒是记得有张耀这个人。说是30多年前，孤儿院的一个阿姨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。那几天下雨，孩子当时就在岸上，似乎冻了很久。阿姨发现他还有一口气，就给抱回了孤儿院。那孩子烧了好几天，最后才捡回一条命。病好了以后也不怎么说话，大家都以为他被烧傻了。他们给他按院长的姓取了名张耀。他小时候一直很孤僻，问他家在哪，家里还有没有人都不回答。到上了高中，突然变得爱笑了，开朗了很多，很有礼貌，脾气也好。孤儿院从院长到刚进来的小朋友都很喜欢他。后来他考上了大学，拿到了自己的户口，就几乎不回去了。再后来孤儿院倒闭，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院长听小李说他读了博士，成了大学老师，非常开心。小王的表情很复杂，又是30多年，这要巧。林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话音刚落，小王的手机响了。林队从办公桌的后面看向小王，小王与林队对视一眼，接起了电话。电话挂断，小王转向林队，师傅，已经确定了，张耀就是30多年前的被扔掉的那个小男孩，他的父母想要过来看看他，您觉得呢？林队敲了敲桌面，思考了一下，你让他们明早再动身吧，下午就能到。是，等一下，小王，张耀是什么时候搬进802的？林队打断了小王。小王思索了一下，翻开桌上的一个文件，看了一眼，眼神发亮，师傅，是8个月前。墙上的钟摆铮铮地震动了一下，林队看过去，已经11点了，马上就要黎明了。你去休息会吧，明天早上一起再去会会我们的张老师。我从刺眼的阳光中醒来，透过窗口照进来的清晨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，只能伸手遮挡。其实，在3天前我就不想再醒过来了，30多年的执念完成了，似乎生活就再也没有了意义。不过想想那双鹰眼，陪他们玩玩似乎也是一种乐趣。只不过等游戏结束了呢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我来到洗漱台，水龙头里的水已经不是红色的了，镜子里的我却还是那个我。穿上我的白衬衣，还有我的黑皮鞋。哦不，这双鞋还没有洗呢，上面都是那个女人的腐臭味，那换一双吧。要出门了，哎，我的公文包呢？哦，该死，上次扔掉了，还没有买新的，今天要记得买了呀。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去得超市。打开门，2双眼睛在门外盯着我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看他们的眼睛了。张老师，很抱歉又来打扰您了，上午的课我们已经替您跟学校请好假了。林队的话还是那么平淡，似乎只是问我吃了没有。说实话，我有点烦了。林队可真是起早贪黑，有您这么负责的警察，真是我们所有市民的荣幸。讽刺着，但我还是侧过了身体，让开了进门的道路。我倒了2杯水过来，突然有点可惜，水箱里的水怎么就不能过2天再换？林队有什么想问的，不妨直说。我也坐了下来，林队双手交握，摆开了一副要长谈的架势。小王警官打开了他的笔记本，他们这是知道了什么？能这么笃定？可惜啊，不管他们知道了什么，都是不会有证据的。听说张老师是从林氏过来读书的，不知道张老师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还在林氏吗？我瞬间想要嘲讽他们了啊！原来是孤儿院的事，警察不也是一样虚伪？知道了就知道了，还假模假样的问。林队应该知道了吧？我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并没有什么亲人了，谁还不会装了呢？哦，从小，据我们了解，张老师进孤儿院时已经6、7岁了吧？
6、7岁之前的事，张老师就一点也不记得了吗？林队的好奇摆在了脸上，也亏得我眼神不错，才能在黑黢黢的脸上理解出他想表现的好奇。既然林队已经这么了解了，那应该也知道我在那时候高烧了好几天吧。在那之前的事情，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要是记得的话，谁会不想回家，愿意待在孤儿院呢？您说对吧，林队？我恰到好处的表现出了一点遗憾与无奈，他应该能看出来吧。林队晃了晃手上的水杯，张老师，我们根据一些信息找到了您的家人，您有兴趣知道吗？说完便一翻眼皮盯上了我，这倒是我没想到的。我拿起水杯喝了口水，见他们吗？不，我不能见他们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都已经是个中年人了，知道与不知道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希望我脸上的怅惘能被他发现。张老师，这就不对了，他们可是非常想念您的。对了，您还有个奶奶，就在本市，你也见过的。他似乎很能知道说点什么能激起我的愤怒。奶奶，他也配？不行，我要稳住。虽然看出来点什么也没关系，但是就没有乐趣了，不是？哦，林队这样说，我倒是很好奇了。我脸上的好奇应该表现得比刚刚林警官的逼真吧？离你很近呢。他又看了我一眼，就是您对面801的老太太。哦，我表现出了十分的惊讶，怪不得之前见到他觉得十分亲切，原来是有血缘因素在里面。我快被自己恶心到了，我最恶心自己的就是身上有着他的血液。那张老师知道他去哪了吗？语气很轻，跟没人说话似的，眼睛却锐利地抓住了我的眼睛。有点慌呢，怎么办？要不给他们一点提示吧，毕竟也没什么用了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消息的，之前也没怎么关注过他，但几个月前他离开小区时，好像说他要去郊外的鳄鱼养殖基地看看，不知道是不是去那儿了呢？我又想起了那令人犯密集恐惧症的鳄鱼，他这种老太婆应该也就他们会喜欢了。如愿看到了小王警官惊恐地看向林队的眼神，当然林队还是紧盯着我，没有分给他半个眼神。这倒是一个重要的消息，非常感谢张老师提供线索。语气还是那么淡，但是我吧，怎么就能听出一些些的咬牙切齿呢？哈哈。张老师，您的家人们早晨已经从临市出发，下午就能到刑警队了，还请张老师辛苦一下，下午2点去见他们一面。还是躲不过吗？那些人啊，希望只来那一家人吧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，还没有感谢林队放着刑事案件不管，为了我的事情劳心劳力呢。我脸上半永久的微笑快要保持不住了，再说下去，我怕我会一拳砸在他的脸上。幸好他们懂得见好就收，那我们就不打扰张老师了，下午再见。说着他们站了起来，您慢走。我笑着送他们到门口，他们应该马上要去鳄鱼养殖基地了吧？可惜了，这么多天了，应该啥也剩不下了。我笑了，想到下午，我的脸色又瞬间沉了下来。我来到洗手池，洗了把脸，手撑在两边，看着水池中的倒影。渐渐的，我的脸变成了另一张脸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。我惊慌地坐在了地上，抱紧了头，蜷缩在了一起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不肯放过我吗？下午1点半了，我在家里收拾好了碎掉的洗手台和镜子，揉了揉眉心，很久没有这么不理智了。该出发了，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这种预感随着计程车离刑警队越近而越来越强。车停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礼貌地付过车费，看着眼前国旗飘扬的刑警队大楼，身后的计程车启动了，似乎没有人可以载我回去了。我一步一步地慢慢踏上阶梯，我看见了林队长和小王警官在门口等着我。我收拾了一下心情，大步踏上去，笑着冲他们点头致意。林队长，久等了。不久，张老师很准时。说着，他做出了请的姿势。我笑着往里走，即使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但还是得试探。林队长，不知道我家里都来了哪些人？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林队侧过脸看了我一眼，来了10几口人，您的父母、叔婶，还有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们。我脸上地笑在他说叔婶是僵住了，尽管我知道不能僵住，但是脸部的肌肉已经不再受我控制了。记忆中，二婶的眼睛和他的很像。来到了会客室，透过门上的方形玻璃，里面确实有很多人。那坐在中间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的2位老人，爬上了皱纹的脸，还有着年轻时的影子。他们身后有另外2个老人正在安慰着他们。我仔细看了眼站着的老妇人的脸，幸好皱纹已经爬了上来，眼睛也已经浑浊不堪，再也没有记忆中那双眼睛的样子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扫过剩下的年轻的脸，没有什么很熟悉的了，还有几个玩闹的孩子们。我正打算推门进去时，一个背对着门口的小女孩突然转过脸来，那是一张稚嫩的脸，那双眼睛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，单纯，充满好奇。我脑海里的眼睛变得惊恐，我开始浑身发抖，心脏剧烈的跳动，我已经站不住了。陷入黑暗前，我听见了林队长略带惊讶的声音：“张老师，你怎么了？”雨天，河里的水都涨起来了，一块腐朽烂掉的木头上紧紧地缠着一条小蛇。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小蛇的尾巴上还勾住了另一条奄奄一息的小蛇。水流湍急，木头撞向了岸边的一块石头，小蛇似乎有点缠不住了，它努力昂起头看向尾巴上的小蛇，对方闭着眼一动不动。小蛇眯了一下眼睛，似乎下了决心，它慢慢地松开了缠绕着那只小蛇的尾巴，在最终分离的时刻，那条小蛇睁开了眼睛，惊慌无措，来不及反应，便被卷进了激流中，消失不见。那双眼睛又变成了女孩的眼睛。我再次从梦中惊醒，入眼的是一片白，一瓶盐水正在通过细细的管道流向我的右手。旁边的床上似乎趴了一个人，小王警官。窗外的天黑了，只有一点柔和的月光从窗口照进来，很平静的夜晚，我疯狂跳动的心在这个夜晚显得十分不和谐。已经有近20年没有做这个梦了吧？我拔掉了针管，双手抱住脑袋，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欠你的，我还给你好吗？对不起。我轻轻地下了床，没有吵醒床上的人，回到了家中。张耀死了，这个消息突如其来，打破了整个刑警队的沉闷气氛。刑警大队里，林队长站在窗边抽着烟，目光却飘向了远处。咚咚敲门声，林队转过身来，是小李。林队，郊外鳄鱼养殖基地的监控显示，9月4号中午，张耀他带着80多公斤的猪肉去喂了鳄鱼。管理员说他经常去喂鳄鱼，第一次带这么多肉去的，他还陪着他一起喂的。年轻警官有点气愤，这个张耀一看就是他做的，把猪肉和人肉混在一起喂鳄鱼来销毁证据，简直太残忍了。
这些都只是猜测，我们都知道又能如何？疑罪从无，没有证据，谁也奈何不了他。林队吐出烟圈，冷淡地说：“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让他这么逍遥法外吗？”声音中透着许多焦急。林队没有回答，难道这又要变成一个破不了的悬案了吗？一个人冲了进来，连门也没来得及敲，语气中透露着惊慌：“师傅，张耀死了。”小李警官立刻转向跑进来的小王警官，同样充满震惊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一向冷静的林队长语气中也充满了意外和不敢置信。我昨晚奉命在医院守着张耀，等我醒来时发现他已经不在医院了，被子都已经凉了。我害怕他跑了，就去了他家里，他家门没关，我就发现他死在了自己家的床上。法医已经鉴定过了，死因是氰化物中毒，死亡时间在今天早晨5点钟左右。痕检科排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，应该死于自杀。小王警官快速地说道：“死了吗？”林队默念，缓缓捏紧了拳头，那真的是要成为悬案了。师傅，我刚才上来时，楼下李叔给了我一封您的信。小王犹犹豫豫地拿出了一封信，面色有点古怪。林队看见他这个样子，似乎猜到了点什么，上前2步拿过信一看。林队长轻启张耀，林队盯着张耀2个字，足有半分钟才开始拆信。小李警官偷偷在小王耳边问：“什么东西啊？不会是认罪书吧？”小王摇摇头，眼睛紧盯着信封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是一份报纸。报纸上面报道了一篇自然界的科学小知识。自然界中鹰是蛇的天敌，很多蛇都是被鹰捕食而亡，但鹰很少捕猎毒蛇，因为一旦没有抓住7寸，被反咬一口，蛇会伤，而鹰却会死。所以自然界中的毒蛇一般难逢敌手，而它的死亡原因居然是离奇的环尾。毒蛇有时在捕猎中吞噬过量含有自己毒液的猎物，不会致死，却会致幻，会把自己的尾巴当成猎物开始吞噬，慢慢的吞噬掉自己。等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从我有点记忆开始，那个老女人就会用怨恨、凶狠的眼光盯着我。还有二叔家的妹妹，妈妈说奶奶年纪大了，分不清跟谁更亲近，让我不要怪她，也要多照顾一点同样不被喜欢的妹妹。我信了，尽管她对我们从来没有好脸色，我却依旧会跟着她后面叫奶奶，但她还是没有对我笑过。一个下雨的晚上，我被颠醒，醒来发现她正抱着我和妹妹在外面走，看我醒来，笑着跟我说：“别说话，奶奶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”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，我以为她终于开始喜欢我们了呢，我很开心。雨伴着风拍在脸上，我也不觉得冷，她的怀抱是那么暖。可是为什么在等我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在河里了？水很大，流得很快，我向岸边的奶奶伸出手，凄厉地嘶喊着，可她只是冷眼看着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我拉着妹妹的手，被撞上了一块漂浮在河上的木头。我翻身抓住了她，并让妹妹抱着我的腰，不要松开。妹妹黑曜石似的眼珠盯着我看，眼神很干净，单纯中透露着依赖。她似乎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我也不知道飘了多久，我开始没有了力气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2个人都要死在这里。我看着扎着羊角辫的妹妹，如果没有了她，我应该还可以坚持得久一些。她的依赖的眼睛让我犹豫，可面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下了决心。我在她逐渐惊恐的眼神中，一根一根地掰开了她环在我腰上的手指。最后一刻，我听见了她惊恐的声音：“哥哥。”但我没敢看她，瞬间她就被卷进了激流。我抱紧了木头，渐渐的也陷入了黑暗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很多人围在我身边，他们问我家在哪里，还有哪些人。我不敢回答，不仅仅是害怕再被奶奶扔一次，更是害怕他们问我妹妹呢。妹妹的眼睛跟2婶的一模一样。我沉默着，他们就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张耀，并让我住下了。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呀？时间久到我已经记不得我原来的名字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会做着2条小蛇缠绕着木头在河水中挣扎的梦。我从未睡过一个完整的觉。我开始自闭，不敢跟任何人说话，只能跟自己讲话。9年，妹妹每一天都会出现在我梦中，出现在我身边。上课时会突然出现在讲台上，洗澡时会抓着我的脚。我本是不敢再见她的，渐渐的，我居然敢盯着她的眼睛了，甚至想再杀死她一次，这样她就不能再缠着我了。可我碰不到她，该怎么办呢？16岁了，高1。一天放学，我在路上遇见了她，我最亲爱的好奶奶。她正牵着一个孩子在路边玩耍，给她买玩具，逗她开心。那个孩子和父亲和二叔都有点像，我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，但他与我和妹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我盯着他们从学校门口盯着他们回到了家，我好想知道该怎么让妹妹离开了。当晚我最后一次做了那个梦，我想她终于愿意放过我了，毕竟我们还有着同一个仇人，我一定会帮她报仇的。妹妹走了，梦里、课上、洗澡时，她的身影都变成了另一个冷眼笑的老太婆。我不再害怕了，我只想盯着她，掐死她，切碎她。我开始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，学会了对每个人笑。每一天我都要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笑容，每个人都很喜欢我。哈，不是一直认为我是个小傻子吗？可笑。我对他们笑着，心里却在狠狠地嘲讽着。我努力的学习，考上了大学、硕士、博士，留校了。果然，就那一群给张笑脸就洋洋自得，心情全都写在脸上的人，凭什么跟我争？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生啊！可惜我还有着未完成的使命。我开始打听他的现状，我知道了他与家人决裂了，也知道了他拆迁后在本市买了房子。啊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呢，把他送到了我身边。只是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呢？我多花了5万块钱，从一对夫妇手中买下了802的房子。开始我不敢让他看见我，后来一次偶然遇见，我发现他根本就认不出我，甚至上来攀谈。啊，是啊，他怎么可能还记得？我的计划要开始了。我在他的门缝里偷偷塞了一封信，然后躲在门后，透过猫眼观察着他的状况。果然，他匆匆忙忙地拿包小行李离开了家。在锁门时哆哆嗦嗦的过程中，我看见了他脸上的表情：震惊、惊慌、畏惧，甚至还包藏着无穷无尽的恨意。唯独没有的是欣喜与愧疚。对了，他又怎么会愧疚？他从来就不会愧疚。面无表情地打了几个电话。那天清晨，我接到了最后一个电话，雨已经上钩了。5点半，我通过楼梯爬上了顶楼，坐在了边沿上。11楼看见的城市真是大呀，小小的角落发生的小小的事情，不会有人发现的不是吗？6点，朝阳出生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他会来吗？应该会的吧。
如果他不来呢？不，你不能再对他保有任何的期待了。果然，他来了。看见我，他似乎有点惊讶，不知道是我，那就是他听了我安排的假和尚的话就直接回来了，没有去完成最后一个游戏。可真的是迫不及待。我回过头，微笑地看着他，奶奶，怎么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他哆嗦着伸出右手食指指着我，往后退了2步。我笑得更开心了，奶奶，30几年不见，你见到我这么激动的吗？激动的都说不出来话了。我一步步地走向他，朝阳在我身后，一片金黄中，不知道我像不像一个神明。人对于危险气息的识别总是本能，他开始断断续续求救，你，别过来！当年奶奶不小心把你们兄妹俩摔进了河里，这些年奶奶一直在找你们。那个雨夜，他眼中的我的表情是不是和他现在的一样呢？惊恐、害怕，真是太有意思了，是吗？那您的袖子里是什么呢？我笑得嘲讽而又诡异。他惊慌地捂住了自己的袖子，不想说。可以，我来听你说。昨晚你又遇到了一个游方和尚，他告诉你，你当年大命不死的孙子今天会出现在这个天台上，杀了他，您就能继续保持您的长命百岁；不杀他，你将会受到当年的反噬，可能活不过今年了，对吗？说着，我自己都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的惊恐就快要转化为实质了。是你写的信。你现在才明白，是不是太晚了点啊？我走上前，踢掉了他袖子里藏的刀子，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年迈的他在我面前毫无反抗之力呢，正如当年的小小的我在他面前一样。渐渐的，他停止了挣扎，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，整个大地都一片光明，而我就是这片土地的主宰。可惜了，一声尖叫打破了平静。7楼的那个女生，原来是还不了欠款，想要自杀的呀。晦气，既如此，那不如帮我一把，最后也会帮他达成所愿的。好笑的是，他怎么相信我会有20万呢？还是年轻呢？既然有了帮手，碎尸这种体力活就不用我亲自来了，2个背包也就够了。看那个姑娘手上都是血，眼睛却发着光，还要努力装作是被我威胁的样子，真是虚伪啊。想着，我还是亲自动手在水箱里洗干净了所有血迹。刚好晚上要下雨了，什么也不会留下。中午在学校后的巷子里和他会合，他居然问我打算怎么处理。不，姑娘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我们约好了晚上11点天台见。我到时他应该等了很久了，真是太心急了。咦，居然背了个包，用来装20万啊！年轻人的脑子果然一样的蠢。我走上前去，结束了。没想到旁边还有那只该死的德牧，叫个不停，我只能砍下了他的头颅。怎么这么多血？我的手清洗了一遍又一遍。下雨了，水箱里的水成了淡红色。不，这么红还不够，水箱里的水要像血液一样鲜红。我看向了那边晕过去的女孩。早上我醒来打开水龙头时，发现流出来的竟然是血。我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她是我，却又不太像是我了。几天过去了，那双鹰眼应该知道是我了，可惜证据都被我毁完了。早知道是这么位有意思的警察，就留点证据陪他们玩玩了。真是太可惜了，这下子都没法尽兴了。这件事情过了，一切都又会平静如初，就像临江河的河水一样，翻涌过后一样，留不下涟漪。直到那一天，我再次见到了那双眼睛，沉寂了22年的梦又再次回来了。为什么都不肯放过我？那好吧，就让我去找你，再杀死你一次吧，我的好妹妹。只是可惜了，给小王警官准备的东西要我自己吃下去了。